遇到艳遇过吗？OK， 我人生最高经验是我曾经完蛋了，先开。你扯铃扯到变丹麦女孩。耶！今天呢，这个人非常适合闲聊，真的是要闲聊一下。我们欢迎永勋。耶，大家好，我是季永勋。好，今天呢要闲聊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呢，你扯铃扯到演艺圈。喂，不敢当，不敢当。第二件事情就是扯铃扯到23个国家。哦，对对对，感谢扯铃啊，也感谢大家，运气好。好，没什么。第3件是最重要的事情。怎么了？你扯铃扯到变丹麦女孩。耶！故事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不过呢，我最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看到丢到很上面，我就觉得很厉害。你有算过有丢到最高有多高过？我有丢到九层楼，9层楼，最多是9层楼。 9层楼，那你有吃9层塔吗？不好笑，没有。你现场扯嘛，如果掉下来不是很邋遢、很掉漆？如果是表演的话，掉的话其实是真的很邋遢。但是你也可以制造一些效果，好比说我一次表演4个扯铃的时候，我会故意失败1次，然后所有的人就会期待你再去成功。那当你成功的时候，好笑。也太心机了吧！还破音，人家这是故意的吧？故意的，因为是在街头表演的时候，就是说你故意，就是明明自己失败，然后故意现在跟大家讲说你是故意失败啊。有时候是不小心失败，然后有时候是故意失败，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动作，你失败久了以后，你自己就会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把那个气氛圆回来。而且我跟你讲，有一次超扯，当时我要去看电影，电影前呢我就跟他打个招呼，他在扯，看电影之后你还在扯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次表演可能是表演20分钟到30分钟，但是我们同一个场地有很多个人在轮流，所以刚好是你进去的时候是轮到我。那到底一天试映微秀通常要待多久？5、6个小时，演大概4、5场。如果有时候你一天只排到2场或3场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人太多要轮，就是这样。那我蛮想问，到底街头艺人，我真的很好奇，你有曾经就最高过跟最低过，大概那个金额？你猜一下，我们猜最高纪录。信义微秀，我觉得3万块蛮合理的。你每次表演都是围1圈OK， 我人生最高经验，曾经1个下午赚到2万多块钱。哦，那很高但是这个东西，你看一下，我们下雨天就没有办法演。对啊。那你在表演过程中，你有对收到钱以外的东西？有人写一个卡片给我说，他觉得我的表演很感人，就是给他一种很正面的能量。这个表演不是只是一个展现技术的呈现，更是一个传达内心的一种力量。这是我看到感动，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说，哇，其实自己今天练这么久的杂技，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感动别人，其实挺好。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不夸张，大家可以去永勋的那个 YT 看，真是叹为观止。没有，就是你自己还有加翻啊，然后武术的东西。因为现在练扯铃的表演者越来越多，那我自己的目标不是说当第1名，而是当唯一。自己尝试去结合一些不同元素。你有加过什么？除了武术之外，加过火，买了一个特制可以点火车铃，然后嘴巴含煤油，然后喷这样子。你有烧到自己过吗？有，烧到这边，烧到头发。但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帅，这个超级厉害，这样喷，然后就有火，真的。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厉害的，有什么好笑吗？这就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一个过程。我是一个唯一会喷火的扯铃表演者。还有另外一个是结合水这个元素，灵感来自于澳门的水舞间，在一个很平坦的一个垫子上，然后有一点点边框，上面就有一点积水，积水大概这么厚而已。然后我用铃去打在那个水面上，溅起那个水花，然后我可以在上面滑，在上面干嘛？就会有一种水舞扯铃的感觉。我不得不说，其实我看到永勋上春晚的那个画面啊，我鸡皮疙瘩那时候很恐怖，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双人嘛，你们2个搭起来的那个旋转，然后丢过去接，不要说哇，扯铃可以扯到这样对啊，因为那时候就是去了一个叫《直通春晚》那个节目，然后我们就是透过那个超屌，我们就透过那个节目，然后到春晚。谢谢啦，没有啦，这是一个兴趣爱好。而且我跟你讲，你是我唯一朋友当中啊，绝对不能骂你一句话，你知道骂什么？骂什么？你比扯铃还扯。太多人这样跟我讲。你会不会有没有人骂过你之后，你就说对啊，然后就开始扯出来？没有，很多人说，你根本就扯淡了吧？然后没有，我是扯铃，我就这样拿出一个扯铃，然后开始表演一下这样。而且你还可以呛他说，我还可以扯4个。就是人家说你这扯淡了嘛，然后你又可以丢那么高，那掉下去直接变蛋挞。好，没有，这也还好。这个很冷。扯铃啊，你自己有算过你买过几个？
算不出来，扯过的扯铃，我跟你保证不止1000个。我上次看到还有发光的，对，现在发光它就是里面装 LED， 那现在这个其实是培铃，你看你握住中间，外面还会转。偷吃布是吗？你不会偷吃布啦，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脚踏车，脚是往前的时候，后轮会转，但脚若往后的话，它是不会转。但其实这个科技已经很久，这到底贵不贵啊？这个还好啦，光网域科技偏多一点点吧。哇塞！言归正传，刚好提到3件事嘛。第一件是说你扯铃扯到演艺圈。但我跟你讲，这个我要先讲个故事。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录音室，对，同一个录音室。每次见到有圈的时候，都是客气的说，你好，你好，你好，都是他录完就换我录。对，你走出去后，我跟录音师就狂骂你。为什么？就说哇，这个人主持的超烂。下次来之后，我们就说，有勋你好，有勋你好。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很紧张哎。真的吗？不得不说，那时候其实真的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独挑大梁到马来西亚跟泰国去做主持，所以那时候很烂呢。我跟你开玩笑，就是你的那个节目是有2个，那个人后来被换掉。其实他是在骂他，我刚刚故意节目闹你。吓我一跳，吓我一跳，没有了。你走之后，他就是很头痛，一直发火，我会模仿他你们又来了，好烦啊！然后他就开给我看，当时我也不能怎么样，我只有说好像要加强。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有点错愕，我原本以为说你们是会用同一个主持人去试镜的时候，要找一个对马来西亚了解，然后会一点泰拳，因为刚好我爸是马来西亚人，就是我爸爸讲马来西亚华语就是这样子哦，这不你这样子，那你这样子哦，够否定啊，够否定的，我的马德，你的马德这样子哦。然后上来这个节目之后呢，还要帮填一个主持人录 OS，你不可能再把他叫回来再录，你回来你先把你 OS 录完。你有没有觉得在录旅游外景的时候，介绍美食的时候，大家都常常就会讲说，哇，这个东西好 Q 弹，要赞美它的好。我跟你讲，真的，很多时候你吃东西，你可能它是好吃，但你不喜欢，你知道吗？你完全就是不喜欢这个嚼劲。我认同的。我觉得外酥里嫩，然后这个带有一点嚼劲，酸酸甜甜的感觉，加上那个气味，哇，吞下去口齿留香，真的是不得了。哈嚓！我跟你讲，真的，所以我后来我很喜欢你的 YT 的，你介绍都很好笑，都很可爱，就是可能放冷调。我觉得现在就是真实，我还是想要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哦，这东西为什么我喜欢？但如果不喜欢，即便它再好吃，这个味道很特别，但是我个人还好。对，你也可以自己来吃吃看。我现在也是。后来你扯到演艺圈，然后蛮常上很多节目。不敢说自己进入演艺圈了，其实真的没有戏剧系的哦，在那边。扯铃这个东西给我很多的舞台，就是好比说最早可能大学生的美，或者是小明星大哥那些有才艺的表演者，我觉得你这个很厉害。对，表演了之后呢，可能制作人他会觉得说，那你要不要试着来我们节目当班底？后来因为扯铃，然后我也去拍了广告。我看你拍很多广告。还好啦，还好一点点。有没有很讨人厌？没有。难怪那时候瓜哥他在表演的时候，我看瓜哥说这表演好讨人厌。欠揍啊！对啦，可能没有，就是引咎语嘛，收敛一点。没有，我跟你讲很好，引咎语。我跟你讲一定要这样，大家一定要去看永兴的影片，他在表演的时候那个表情真的很享受，真的很好。我会觉得说我在表演的时候，如果是兴奋的，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去感染给你。有感染，对你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你就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以前在舞蹈的时候表演，我也是台下的时候练得很紧张，上台之后我的表情跟你一样讨人厌，就是很引咎也很享受啊。就越多人你会越爽。对，会那时候是帮艺人带嘛，根本来的粉丝不是你，你就感觉是自己的，你知道吗？我让自己大位。我懂，我完全懂那个感觉。古代有一种马叫战马，每次打仗的时候他会很兴奋。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人越多，虽然会有一点紧张，可是我觉得越想要用自己的东西去征服这些观众。不用扯铃的话，你自己演戏本身还 OK。来演一段，直接演什么？来直接哭戏。这难度太高了。没有啦，没有那么厉害。而且我们马上拆台，有没有？没有，演戏也不是这样的啦。你最想演什么类型的戏啊？是武打类吗？以前原本有被要找去当武行，对于打戏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挑战自己的感觉。现在我更喜欢就是把我对一项东西、一个运动的热爱，把它拍成电影去感染更多。一个不管是表演者或者是运动选手，做一件事情的深度的那个影响力，在追逐梦想这个过程，其实很值得被大家看见。尤其是其实真的，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永轩的 YT。谢谢啦，谢谢。我没有给你多少钱，你今天一直这样 promote，我都不好意思。
没有，就是他一天收入要给我这样。我等下试一下汇个2万给他。他逼我录这一集的，我强迫他，你不录我就想办法用派克把你的歪音弄掉。真的，这种倍感压力。即便这样，我就是一定要来录。没有啦，是因为我月底就要去西安了，去发展表演。西安我去过超多次，我非常非常喜欢。古人不是被放逐到出世什么都会写很多诗词，去那边还真的就是自己惆怅，就自己演戏演起来。到江州，然后抒发，然后文诗作吟诗作对。来一下，来一下。我就是希望你到时候要不要录个影片扯铃，然后念个什么7言绝句。我应该可以穿个唐装，之前跨一湖畔边，拿着毛笔看着扯铃悟出什么道理。所以你就是孙悟空。我就是对孙悟空，是一个会扯铃的孙悟空。其实你蛮像的，没有王力宏吗？没有，长得蛮像王力宏。没有啦，眼镜拿掉。我觉得王力宏还是比我帅很多。那我没有，你就是王力宏。你比较像彭于晏，所以今天是彭于晏跟王力宏哦。耶！把他3名叭这样。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跟彭于晏有像哎，有人这样讲过吗？啊，没有，不要这样。真的啦，你越说像王力宏。没有，我还好，我是比较喜欢人说我像梁朝伟。我被说最多是梁朝伟。那大家请问一下，他比较像梁朝伟，还是我比较像王力宏？下方留言。对，留言。喂，好啦，好，认真，你有扯铃扯到23个国家。对，因为扯铃算是一个民俗技艺。那在大陆那边是比较传统，那在台湾把它发扬光大。到现在当然日本、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有，台湾算是一个把扯铃培养起来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因为这样而接到一些其他国家的表演演出，到很多国家去。这23国家都是亚洲，还是有欧洲、美洲，还有欧洲、美洲、南美洲。其实所有亚洲以外的欧洲国家看到你扯这个 amazing， 还是他们会什么样的？他们会完全太神奇了吧？然后有些人以为它这可能是一个连接什么遥控器，那个线它有通电，你知道吗？就讲得很玄。然后你这个又会亮，会干嘛？漫威，说你这个是不是特效？我知道你可以演什么了，漫威扯铃人。我请漫威帮你写一个角色，可以吗？可以啊。你联络到漫威吗？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好，那既然这样，我就打给梁朝伟，跟他讲一下有提升的。我觉得外国人会更热情，有更表达拥抱，或者给你更多小费。南美洲这东西比较酷，比较少见，很热情的想要邀请你，可能去他们家秀给他宝宝妈看。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会做这个，他甚至帮你介绍表演到其他地方。哇，那很好那这23国家，你印象深刻是哪一个？是丹麦，因为我在那边读了1年的交换学生。这就是我要讲的，扯到变丹麦女孩。为什么变丹麦女孩？我跟你讲，身为男生，他呢就在表演的过程中呢，遇到会呛瞎了。对，正常男生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绝对对他干起来。我们的永勋呢，直接吓到。直接走掉，是不是丹麦女孩？说不是 ，OK，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学过武术3年，每次讲到这，我就要先把眼镜戴起来，这样看起来比较斯文一点，这样不会把我的那种血气方刚展现出来。你就是血气方刚，怎么可以？No， 那时候在丹麦的一个广场，马上变东亚病，一直不让你解释。那时候我真的是帮我们东方人。华人争了一口气，就在表演的过程，有一个人他其实也是街头艺人，但是因为我的缘故，他的生意越来越少，他就找我说，你要过去那边，然后用丹麦文跟我讲，你也有丹麦文，听得懂，我听得懂，我就说，我们好好来沟通，今天我演完，明天让你演这个，他不要，他就是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到那边，这时候我就生气了，哇，袖子一卷起来，直接原地来一个后空翻下来，就没有 Jackie Chan， 然后他就吓傻了。然后就说 OK， 我走。你虽然是走掉，但是你走之前吓他再走。跟他走吗？我怕他太多人。就是女孩其实是因为人生地不熟，没什么没有啦，就是暴力是不行的，我开玩笑。23国家，那你扯有遇到艳遇过？艳遇吗？2年内拍了10几部电影的男主角，有请刘道轩。我想要问一个比较内心认真